今天你想去哪里放空？我跑到龟吼渔港，随着人潮来到一间超 local 的野生现开海胆店。这里有马粪海胆跟紫海胆，除了价格惊人之外，口味我也超不习惯的。没想到渔夫市集的滑蟹7只只要1000元，马上前往代客料理，享受螃蟹吃到饱的快乐。饱餐后到附近的野柳地质公园，重新回温小时候校外教学常去的景点。结果天气实在太热了，走不到1小时我就投降了。接着我们去了一间基隆人必吃的冰店，超大一碗，直接饱到天灵盖。跟我一起来一趟北海岸半日游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e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在车上，所以有一点晃。今天呢，台北跟北海岸这边的天气有点阴，我们原本是打算想要去九份那边逛一逛的，可是感觉好像下雨几率蛮大，最近台北一直在下雨，超烦的，所以我们临时起意想要去龟吼渔港那边看看，想要知道说今天有什么样的海鲜好货可以吃，好久没有吃海鲜了，待会就等着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们到龟吼渔港附近了，接着停好车之后，我们就要徒步到渔夫市集。前方这栋建筑物就是渔夫市集啦。听说它今年4月有做改建，待会我们就进去一探究竟吧。这边周围倒是没有什么改变，还是非常多家的海鲜餐厅。以往我都是就近在海鲜餐厅解决我的午餐，但是因为时间还早，所以就想说先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渔货。我真的超久没有来这边了。之后整体的感觉确实是比之前还要明亮跟宽敞，但怎么说呢，就是好像有一点人情味下降的感觉。之前那种感觉好像比较热闹，比较像是鱼市场。不过我们今天来这边其实是有锁定目标的，这是螃蟹。不知道是因为现在是螃蟹的季节吗？这个摊贩超多螃蟹的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野生潮虾。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的攻略就是只选活的海鲜去做代客料理。走一走之后，除了生食区之外，当然也有一些烘烤类的，像是鱼干啊等等的小零嘴。接着我就看到一家卖面包蟹的，真的长得好可爱哦。老板娘说它是吃蛋的，没有什么肉。然后它还有卖一些小贝壳，这边就一直让我想到它是寄居蟹的家。这边还有一只超大只的河豚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活的这么大只的河豚，其实也长得怪可爱的。自己里面也卖超多海胆的，我看到超多间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海胆都会跟河豚一起卖，你们有人知道原因吗？哇，这家海胆超多人，刚经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阿伯在剖海胆，看起来超厉害的。我别说桌上这个盅的大小一颗是400，然后桌上这个大颗的一颗500，这个是一颗400的盅的大小，这颗也是400的，大吗？它的水缸里面有超多马粪海胆还有紫海胆，然后里面当然有超可爱的小气骨在游来游去的，他们整家店就是散发一个超 local 的感觉。我们刚刚去买那间阿北的野生海胆，刚超级多人的，然后我们买了这一颗是中等 size 的，其实我觉得里面好像肉没有很多，然后它有那个全身是黑刺的海胆，那这个是有棕色跟白色的刺，其实我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他说这是马粪海胆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马粪海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那个中等的话一颗是400，然后它帮我画的是500。然后它的那个刺还有留这个咖啡色的结，我吃看它是甜的还是腥的。它的肉没有很多，是甜的，然后后面是甜的，然后又有海味，超酷的。但我吃的是不是很习惯，就是海味很重的海胆，要配个啤酒，我觉得还蛮下酒，因为它甜甜的，就真的要配啤酒，它跟我吃的海胆感觉不一样，是不怪。
得400有点太贵了。刚刚吃完那个马粪海胆，所以一般我们在餐厅吃的那种日料店的还是不太一样，我比较喜欢那种鲜甜的。现在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海味。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，然后渔夫市集里面好像没有空调，我们在想说到底要在外面这一区，就是有海鲜餐厅的这个地方吃海鲜，还是就是买代客料理。刚有先想说在渔夫市集里面先买花蟹，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去餐厅吃吧。回到渔夫市集里面，这个海胆的价格比外面便宜好多，傻眼，刚刚直接被骗。这边的才250、200、300。他把嘴巴放过来，两手来好了。好可爱哦！好，这个手指比较甜，比较有海味，是买马粪比较有根的感觉。那只是这个看看好了。它也有生蚝。渔夫市集里面的超闷的，完全没有空调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另外一个海胆。这次选的是紫海胆，我刚刚确认过，我刚才家吃的是马粪海胆，它是海味比较重，然后比较甜的。那我的紫海胆是看说肉比较 Q， 然后比较细腻这样。那吃吃看哪一个比较好吃？我们的餐来了，点了一个紫海胆，然后跟一个生蚝，不吃生蚝，这生蚝其实蛮大的，那我吃什么？那就跟我的手掌差不多。那我们再来吃它的紫海胆，它这紫海胆比刚马粪肉多太多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菜它跟刚那个中等的差不多，然后一颗是200块，刚刚差150块，就等于差2倍的价值啊！现在吃看哈。没有什么味道。也是甜的，但我觉得是海胆的口感我比较喜欢，它的肉比较绵，但是刚刚那个马粪海胆它是比较细。我觉得以这2个海胆的话，总结来说，马粪的味道它层次感比较多，就是可以吃到海味啊、甜味啊、甜味。那紫海胆它就比较单纯是吃它的口感，绵密的，它2个都很新鲜的现货。然后还有一只海上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吃渔夫里面的那家，价格比较实惠一点。那你们觉得这样一颗200会太贵吗？接着我们就往2楼走。2楼的话，就是代客料理区或者是一些海鲜餐厅。这边的话有6家，然后后面的话有13家。这边的店面不乏有很多活海鲜，也可以来这边直接的选购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代客料理区了。我们刚最后就是决定就是买7只1000的螃蟹，称重就大概才2斤多。然后刚刚我们把7只螃蟹就是一半做热炒，然后另外一半做清蒸的处理。他们这边的代客料理是按斤来算，就是1斤是150块。所以我们刚刚7只螃蟹大概是2斤多，被收了250块。我们第一道来的是每桌必点的辣炒海瓜子，我们点的是一个中辣的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它炒的口味如何吧。够辣够咸，然后那炒的很到位啊！还有蒜头，超味，纯色配啤酒。海菜也是炒中辣，然后我觉得海菜相较没有那个热炒味道，就是纯粹辣而已，还好。接下来我们试只螃蟹是做辣炒的口味，我们来试试看看。哦，好烫！蟹肉肉，我要吃啦！其实我一开始以为7只1000块的螃蟹肉应该挺少的，
但它其实每只的身体肉都还蛮饱满，而且超鲜甜的耶。然后我们选的螃蟹都没有蛋，2个都没有。吃着吃着，我们的菜又陆续上来喽。第一道是蒜蓉大鲍鱼，然后上面是放葱丝跟姜丝，1颗鲍鱼大概是200块。然后这3只螃蟹我们是以清蒸的方式做料理。刚刚我吃的那螃蟹呢，我们是用热炒，炒大辣的口味。接着就是进入疯狂螃蟹模式，无限吃螃蟹。我们螃蟹总共有7只，每只螃蟹总共有8只脚，7、8、56。我们要吃56只脚，你知道是要吃多久吗？我们换换口味，吃个大鲍鱼。我超喜欢吃鲍鱼的。你们看看这跟我手掌一样大的鲍鱼，就问你们一句，爽不爽？用我的脸就知道答案了吧？终于解决啦！这个鲍鱼的内脏好像是不能吃的。大鲍鱼吃下去之后超饱的，然后它的鲍鱼不是这么大，然后我们的螃蟹几乎都还没开始吃，我就已经开始很饱了。人超级多，超级多。我们的螃蟹进度，我们总共有56只脚要吃，我们已经吃到隔壁桌已经换了3、4桌了，然后左边的已经换了2桌。现在我们刚吃饱，然后就来附近的野柳地质公园走走，也是一个小时候的回忆。今天太阳超级大，早上还有点阴阴的，现在已经太阳很大了，所以又带动太阳眼镜。进来那个野柳的特产老街，看就是一些烤的鱼干、肉松之类的，其实好像跟鱼市场蛮像的。里面充斥着那种杏仁粉，还有特产品的味道。跟我以前来逛好像不一样，感觉好像有做一些整修哦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野柳里面，但是真的太久没来，我都没有想到说野柳这边还要走一段就是林间小道，那后面都是海景啊，然后后面很吵的地方就是那边有海豚的表演秀。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往前进吧。然后这边是唯一一个不会受到太阳洗礼的地方，那外面真的太热了。现在我们继续走吧。这是怎样？我在走的路上，竟然看到一个小小的女王头耶！这个是人工造景，很漂亮。我们即将要走到了，哇！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海景啊！这边整体跟我小时候的印象真的差蛮多的，不过真的很漂亮。我没几步真的就汗流浃背了，停下来在这边稍作休息，欣赏海景。接着我们前方就是大大小小的被海浪侵蚀的烛台石。远看真的很像一颗颗小蘑菇耶。这边我们就没有做停留了，我们就会继续往前走。今天的太阳真的是大到，你看路过的人都是做好防晒而来，谁能想到早上还是阴阴暗暗的，下午整个热出天啊！那这边的太阳好大，可是那边的风景超漂亮。然后它这边都不能下去，会破坏人家的景观生态，所以我们再继续往前走。沿着海岸边一直走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女王头，不知道是不是走错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走到这没有路了，它就要往上走了呢。因为一直乱走也不是方法，结果看到这边有一大堆人群，就想说好吧，既然这边标示仙女鞋，就走上来看看。结果误打误撞看到一个超漂亮的景色，没想到在这边可以看到太阳穿透云层的这种漂亮风景，完全是海天一线的极致呈现啊！不过转头一看，前面竟然是女王头耶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。路
实话，女王头它真的是看一次就少一次的东西。从我小时候过来的时候，它原本是一个很粗的脖子，到现在它已经快断了。我记得前几年很严重的时候，他们还特意把它封起来，别人都不能靠近。我们在野柳公园待了不到1个小时就要走，因为太热了。大部分景点看了之后，就差不多就走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被景点耽误的鸡排店，应该基隆人都已经知道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基隆夜市附近了，然后现在要准备去吃冰。通常是这个时间点，然后天气又那么热的状况，那家店都超多人，不知道会不会都没有位置。我们终于走到了，从夜市走过来走了16分钟，这家活力蒟蒻屋，还有卖很多的冰品，然后跟鸡排，现场人山人海的。我今天点了一碗红豆牛奶的剉冰，超级大一碗，一看我的手掌就知道了。你觉得这我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另外，我来这家吃的时候，我都一定会再外带一碗他们这个荤桂，上面还有附一包它的糖浆，它只要加牛奶就会很好吃了。我们还点了一份鸡排，这家店的鸡排也很好吃哦。我的鸡排来了，然后刚刚有请他帮我们切块。其实炸物等了蛮久的，你看我们的冰都已经吃成这样，炸物才来，应该等了至少有超过半个小时哦。因为这家人真的超级多的，看它前面完全就是络绎不绝的人潮，一直都是这样。然后你看看这个鸡排，看起来很普通，但是很多人真的是来这边一定会点它的饼加上它的炸物。刚吃完了，我现在肚子整个超撑的，像鼓起来的气球一样，给你们看。超涨，然后现在大概晚上将近7点，然后基隆的天色还是挺亮的，看我后面都是亮亮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往基隆庙口方向走，不然吃太饱，我吃了一个超大碗的臭大冰之后，还有吃一个大鸡排，我吃的超多的，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可以吃那么多。然后再走1公里的路回去，可以消化，然后散散步。现在基隆的天气没有像白天那么热，还好，不然今天真的一直好几度在中暑哎。从野柳回来之后，我就在车上整个就很不舒服，然后直到刚刚有吃的那个红豆牛奶冰之后就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走过去吧。这个是逐渐傍晚的基隆河。其实我以前小时候超不喜欢基隆河的，因为以前的基隆河真的超级臭的。不过近年来有经过整治之后，有好一点。每次来到基隆，然后看到基隆这个看板，就让我想到好莱坞看板的那种感觉。如果你们晚上在夜市逛完街之后，来这边附近散散步，吹吹海风，我觉得是真的很棒的。今天我们的北海岸半日游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喽。